我觉得这么讲，就是你是买音响或你花大钱买这种投影机的客人呢，他都有一种那种追求完美的心态，就是今天这个东西它只要是可以提升我的画质，可以提升我的音质，那只要我负担得起，那我就会想要去拥有它。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提到了蓝光机与蓝光片，不知道大家的浮现在脑海中的印象会是什么？那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一提到蓝光片与蓝光机，我就会想起以前那种黄色招牌的雅艺影音，然后还有蓝色招牌的百视达。就是每次你要看高画质的电影，就是要去租片，然后租回家用蓝光机播放。但近几年，其实像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Plus 这种串流影音平台越来越流行之后，就是在现今，如果你跟你朋友讲说，我要看高画质的电影，我要去买一台蓝光机，要去弄蓝光片来播，你的朋友可以跟你讲说，你干嘛没事要去整你自己？就是有好好的这个 Netflix 不用 ，Disney Plus 不用，你要特别去弄蓝光片来看这样子。那当然必须实际上来讲就是蓝光片的这个影片档案大小、流量跟串流影音平台还是有差异的。以我们常见的 Netflix 举例，它的 4K 影片大概流量是20到25 Mbps。那如果是蓝光片的话，一般就是70、80 Mbps， 它会上下跳动。所以在今年的 Sony 电视，他们有推广说，你现在买 Sony 的电视，你可以用他们一个自家的这个 Bravia Core 串流平台，他们给你的就会是像蓝光片等级的这种画质就是它流量是媲美这个蓝光片的。那说到这个旗舰蓝光机的历史其实应该我有印象的话，最早应该从2014年的这个 LX88 开始那到2017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商，大陆的厂商叫做 OPPO， 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做手机非常有名，然后自拍非常好看的手机厂商 OPPO。就我现在停留在他们代言人还是在 Hebe 的时期，就现在不知道是换哪一位了。就是 OPPO 它在2017年推出了这个非常著名的203与205蓝光播放机那这两台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音响界、剧院界的一个震撼弹。为什么？第一个是它当时就直接配备了业界当时最先进的 ESS 加的 ES9038 Pro 音讯解码晶片。第二个就是说，它同时也可以播放 SACD， 然后甚至它也可以当一个串流的播放媒体中心，就可以播放你家区域网络里面的一些音乐档案、影片档案了。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它播放这个蓝光影片有非常高的画质。那接着在2018年，日本先锋它也相继推出了这个 LX500与 LX800 的高阶蓝光机的型号。就是这一两年，就是你说2018年、2017年，可以说是这种旗舰级蓝光播放机的最顶峰就那时候真的很多人都想要体验看看这种极致画质的感受。但是在2022年的年尾，也就是在不到这几年的光景，就是目前203、205停产了，然后 LX500 与 LX800 也不再做了。所以现在你要找到一台就是旗舰级的蓝光播放机还真的找不到人。那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于法国的 Revon 这个 UBR X200， 它就是传承了这个旗舰蓝光机的火炬。同时呢，它的弟弟 UBR X100 就是提供了大家一个3万多元的价位，提供大家一个算是不是那么非常难以下手的这个价位。好，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想要直接问说，一台7万多元的蓝光播放机，它们比一般的蓝光播放机好10倍、少20倍就是那么贵，它到底有没有好那么多？那有没有好那么多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看完之后的感想。我们先从它整个外观讲起其实 UBR X200 它的外观，正面来讲，就是蛮像，应该说就是蛮像一般正常的播放机的，就是它有进出退片按键、播放、暂停。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些结构上特殊之处首先，它的重量高达了将近7公斤6.8公斤，就是它的这个外壳呢有 0.6 mm 的厚度。那在底面，它为了第一个加重它的重量，所以呢，它配上了一个 1.3 mm 的这个钢板让它的整个重量变得非常重。那可能会有观众朋友好奇说，为什么蓝光播放机要做重？其实它这个原理跟想法跟很多的，你看到很多的好的贵的黑胶唱盘，他们也会做很重一样。
他希望，因为我们蓝光播放机在播的时候，它这个碟片在转，那碟片在转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个雷射读取头去读取它的讯号，所以这个碟片在转的时候，转的稳不稳，转的顺不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你在播这个蓝光播放机的时候，可能你家里面有音响，那音响播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引起共振。那这个时候，你越厚重的机身，它便越不会受这个共振的影响。那再来呢，比较厚的机壳，金属机壳，它可以抵挡这个外界一些这个无线讯号的杂讯，它可以屏蔽，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常常看到音响机器喜欢做的又重又厚的原因了。那接着来讲一下它的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我是在讲它的这个电源，它特别去定制了一个环形变压器，基本上就可以给它整个电路更干净的电源。那有了更干净的电源呢，基本上整个讯号、画面表现、声音表现就会更好。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它背后接孔的部分。X200 呢，首先它配备了一个有线网路孔，就它这台没有任何无线连接的功能。但是因为这种 4K 高画质的蓝光播放器，它大部分播放的影片，它的码率是非常大的，所以基本上你用无线连接的话，有时候就是会有 lag 的情况发生啦。就像一般我们拍摄相机，可能100 Mbps、150 Mbps， 甚至到200 Mbps 都有，所以它就是没有配置这种无线的连线，也是能理解的。第二个是 HDMI 输出孔的部分，X200 呢，它有配备2个 HDMI 输出孔，就是除了像一般的这种影音同一个 HDMI 孔之外，它可以做到所谓的影音分离。可能也有观众朋友好奇问说，这种事情就是一个 HDMI 孔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要做到影音分离呢？其实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X200 它支援所谓的杜比世界的这个视讯解码。那如果你是用非常高阶投影机的用户，搭配很高阶的音响的用户，你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现在的环绕音响主机呢，大部分正常价位10几20万都不支援所谓的杜比世界。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看杜比世界的片子呢，你唯一的做法就是说，你把 X200 影像的部分直接送到投影机，那你再把这个杜比全景声，就是环绕音效的部分呢，再送到这个音响的主机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影音分离就派得上用场了。那第二个优点是在于说呢，影音分离它可以提供更好的这个影像跟更好的更好的影像跟更好的声音，就是要做到影像跟声音的最佳化。这也是很多那种高阶投影机或高阶剧院玩家所追求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影像器材跟声音器材都花很多钱，所以你当这2个都讯号都最好的时候，那其实差异是蛮明显的。好，那接着呢 ，X200 它配备了2个 USB 的接孔，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方，就这可以让你，假如说你有一些珍藏的影像档案或音乐档案，可以透过这个 USB 的接孔去做播放。那这比较常见的同轴跟光纤接孔，这个就不多提了。然后在类比输出的部分，如果你是2声道的玩家 ，X200 它配备了一组的这个平衡输出的接孔，所以一般呢，你可以把它拿来接你的后级，你可以把它拿来接你的一个综合扩大机或前级哦。那加上 X200 它可以播 SACD， 就是所以如果你有 SACD 珍藏的玩家，也是可以考虑用它来播放。那同时呢，它有一个 7.1 声道的解码，所以它还有一种玩法是说，你可以接所谓7声道的后级，然后你再搭配就是你的喇叭，或是你搭配一个7声道的这个，就是它这个玩法。当然，我觉得以这个价位的客群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实用啦，因为在这个价位的客群，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环绕剧院系统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环绕输出的部分就比较没有那么实用，但是它还是给你的这个选项。所以如果简单来讲，如果你不想要买这个环绕音响的主机，你可以只配就是 X200， 再配一个环绕后级，搭配喇叭就可以搞定所有事情的这样子。好，那这台机器其实它的整个的重点就讲完了啦。其实它什么 DAC 晶片用 Burn Brown 的就是环绕的晶片，以及2声道也用 Burn Brown 的晶片，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就是实际我觉得蓝光机这个东西旗舰级的，有时候当然晶片是一个点啦，就是是一个规格，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它整个感受。
所以我们接着要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这台的感受。那么要讲感受之前呢，其实我们要有个对比组嘛。所以其实我之前有买一个就是捷科的这个1万多元的蓝光播放机。它这台蓝光播放机呢，也支援这个 HDR10， 然后还有杜比世界。哦，对了，我们忘记讲说，X200 它有支援的视讯规格了。基本上 X200 它支援所有的视讯规格，就是 HDR10、杜比世界。然后，假如说你是 DVD 的格式，你是 VCD 的格式，你是 SACD， 你是 4K 的蓝光片，它都可以播。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通吃了啦。那我为了做比较呢，我就拿这台1万多元的捷科的那个 4K 蓝光播放机跟它做比较。然后我测试的片子是使用这个2020年的 DTS 的 demo 片。那我用了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片段，它是一个大陆的电影叫《影 Shadow》。那我先用这个 X200 先看，然后我看的时候，我搭配的是120寸的抗光幕，搭配这个 Epson 的最新出的 LS800 超短焦投影机。那我先看一遍，然后这个有再换捷科的投影机看。那当我换捷科的蓝光播放机看的时候呢，我一换片子，然后我一播，我就吓了一跳，哇，这个画质怎么也差太多了吧？就那个绵密度、那个画质的精细度也差太多了吧？就是这真的是哇，这个7万块花的真的是值得这样子。然后就有时候有些人他买贵的器材，有时候他看刚第一眼用的时候，他真的会被那种，就有时候你花了很贵的钱，就好像你今天原本是开100万的车子，你突然花1000万去买了宾利，哇，这真的是很好开，就有时候真的有点心理作用，就是。但我为了确认这个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导致的啦，所以我马上看了一下捷科的这个设定，结果发现，我这个画质输出调错了，就是之前是调这个 Full HD 1080p 的输出这样子，对，所以我马上把它改成 4K 的输出，我又再看了一次，奇怪，怎么现在同样是 4K 的输出了，同样是 HDR10 的解码，怎么画面看起来还是有差，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怪哦，就是你会说得上来，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有差，而且那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有差。但是如果你要具体描绘的话，其实不太好描绘。所以我之后我又反复的看了5-6次，就2台的对比哦。看了5-6次之后，我就比较能具体的描绘出来它们差异在哪里。我拿一些画面来举例哦，像那个影里面啊。它的 demo 片里面，我觉得差异最明显，就是一开始他们在砍那个在砍竹子的时候，那个水在那个竹子上，以及在人皮肤上的那个光泽表现啊，我觉得 X200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实、更通透的。然后第二个画面是在就是他们那个叫做飞刀盾牌大军从那个上坡往下坡滑的时候，那个路面的那个石头的纹路啊，我觉得 X200的纹路做得更精细。那第三个就是说，他们那个飞刀大军跟那个守军在城门对峙的时候，他们那个飞刀大军他们有做一些摇摆的，有点像战舞的动作吧。我就那时候觉得人的衣服的，像他们那个衣服都穿得很黑，但是你在 X200 上面你看到的纹理是更明显的。那第四个我觉得不同的画面差异就在于说，最后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拿关刀的将军跟一个男人在决斗。那个拿那个关刀的将军，他们两个追逐的时候，那个踩在水面上的，就是 X200 那个画面会非常有立体感，就是感受真的是非常令人难以言喻。其实我不知道摄影机是不是拍得出来这两个机型的差异哦，但也许我们做个尝试，拍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虽然我觉得有时候拍这个画面，大家不一定能感受差异的原因在于说，第一个，因为你相机可能真的不够好，就是你今天也许你拿5-6万的相机拍不出来，你要拿10几20万的才拍得出来。第二个就是说，大家播放的设备也有差异哦，像现在手机其实画质大概都做到应该好一点的是2K 的画质吧，那基本上一般都是 Full HD 的画质，所以有时候播放设备也弄不出来差异。但没关系，我们做个实验，我们就直接让大家看一下这两台播放这个影的时候的对比画面吧。
诸葛弩连发，每人只有12支，速速通过，不能恋战。少将军，城内发现敌军。解下空弩，撑伞。发！放！好，那我们刚刚看完了这2台蓝光播放机所播放的画面之后，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是否觉得，在手机荧幕上这2台的画面是否有所差异呢？回到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说，这样 X200一台7万多元的蓝光播放机，它的画面真的有比这种1万多元的播放机好上6倍、7倍吗？那首先我先讲一下这台适合的客群是谁哦。基本上它就是适合你这种使用高阶投影机的客户，然后你的布幕啊用了120寸到150寸，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今天你是用大画面的客群啊，画质只要有稍微有一点差异，假如说它的锐利度、它的这种细节饱满的程度哦，其实你用大画面看会非常的感受非常的深。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常常在门市卖电视的时候，有客人会说，他有听朋友讲说，如果电视有时候买到75寸、85寸，你近看会觉得头晕不舒服。这是因为以前的有线电视频道，其实他们的画质有些很烂，比 Full HD 的画质还烂。那这种画质的确，你在用到75寸电视、用85寸电视的时候，你看会觉得非常的糊哦，就像在看马赛克一样。但是现在的电影或者是串流影音平台画质越做越好，4K 甚至以后8K 也说不定了。所以你在看这种120寸、130寸、150寸的荧幕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希望你的这个影片的来源的细节哦，就是做得越好越精致，那就是再好也不过的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有比一般的投影机好到6倍、7倍、8倍吗？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换个角度想，就好像你开马自达从台北开到桃园要开1个小时，
那你花1000万买宾利，你的时间会缩短成1/10 6分钟吗？你坐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就是也不会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我觉得这么讲，就是你是买音响或你花大钱买这种投影机的客人呢，他都有一种那种追求完美的心态。就是今天这个东西，它只要是可以提升我的画质，可以提升我的音质，那只要我负担得起，那我就会想要去拥有它。我觉得这跟很多那种有时候我觉得跟改车也很像，就是你改了很多零件，只为了更舒适的操作感，或者是快乐1秒2秒。那摄影有时候也很像，就是像我自己，我可能10万的摄影机跟20万的摄影机，坦白讲，如果你拍 YouTube 的话，那个在手机上看差异是不大的，但是只要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可以给大家更好的画质。那有时候我还是想说，那算了，那就是给他投资下去，就为了大家以后看的影片都可以有非常好、最极致的画质。所以你说值不值得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啦。就是如果负担得起，这当然是就是一切都是值得这样子。那必须坦白讲，这台 X200蓝光播放机啊，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就是老板为什么会进这一台呢？其实你从商业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考虑到我们也是音响的剧院的爱好者之一哦，加上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就是老板还是想说啊，服务大家，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然后我们麦式音响其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在于说，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他会好奇说，7万元的这个蓝光播放机，它有那么厉害吗？他会有些质疑嘛，还有一些好奇。那像我们其实高阶的 Sony 电视，包含 X95K 85寸的、65寸的 A95K， 甚至到 8K 的这个 Z9K 电视。那三星的整个 8K 系列 QN800B、QN900B，LG 的这个 C2、G2 系列，我们都有。所以其实您有很多的好奇啊，你可以直接带着您最喜欢的 4K 蓝光片，然后到我们门市直接实际的拿这台 X200，在所有的高阶设备上，你都可以去做播放与验证哦。其实很多时候这种东西透过萤幕啊，透过这种麦克风讲都不准，实际上最准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当你眼睛看到之后，你就会有时候你真的会相信说这个产品它做7万多元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哦。好，那所以也欢迎就是对这台 X200 X200 有兴趣的各位玩家，都可以到我们麦式音响的门市走一遭。那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任何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的留言区底下留言。那有任何想要问的，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还有官方的脸书粉丝团。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Alan， 我们下次见，拜拜。